今天來到台場，台場應該是東京都內很有代表性的一個商業區了，也是很多遊客必打卡的一個地方。那今天為什麼突然要來拍台場呢？是因為台場這塊剛開業沒多久的世界最大級的室內沉浸式的主題公園，宣布在2026年2月就正式倒閉了，因為再也沒法維持这個赤字經營了。那我說到這兒的話，一些心細的朋友可能就會聯想到那台場看着很熱鬧，但是它的標誌性的設施建築卻在一個一個的減少。那這是為什麼呢？其實在台場這個光鮮亮麗之下，隱藏着一個巨大的財政和結構性的危機。這一期呢，我就會換一個視角介紹一個可能跟大家認知中不太一樣的台場。那我們先來到青海站如果你是幾年前來的話呢，那我右手邊就是世界最大的摩天輪，正前方就是夢幻的維納斯商场。那現在呢，什麼都沒了。那幾年前這裡還是東京的頂流地標。那很多人會問生意好好的为什麼要拆呢？那這就是我要揭開的第一個真相定期借地權。那根據東京都港灣局當初的契約這塊地是事業用定期借地，那期限一到那不管建築物多值錢企業都必須恢復原狀。那這就是台場赤字的底層邏輯那企業知道20年後的房子就要拆，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會蓋那種能傳世的建築那這裡的一切從出生那天開始就注定要毀滅。那這也導致台場像是一座快閃城市缺乏長線投資的信心。那30年前泡沫時代定下的死板契約，成了現在台場轉型最沉重的枷鎖。這不是企業的短視而是制度逼着所有人只能短視。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台場的地標性建築物獨角獸高達。它是台場的靈魂，也是整個財政的毒藥那根據東京都觀光客的動向調查的數據來日本旅遊的遊客呢，實際把台場列入行程的比例常年只有1成多。而真正的問題是這1成多的人裡有多少人能留下來消費呢？那這個轉化率才是台場的致命傷。這1成多的人那絕大多數都是高達難民。什麼叫高達難民呢？那就是他們看完免費表演拍完照就撤了。那高達是一個強大的 IP但它在台场的空間布局太過開放了，那導致它成了一個純打卡點。那遊客不需要進商場就能完成旅遊體驗。那這種高名氣低轉換的模式讓台場的整個商業設施空有客流卻拿不到客單價。政府砸了數兆日元造就了這個視覺奇觀卻沒能把人流轉化成實質的稅收。那接下來咱們就說一下這個出行成本大家來到台場的時候有沒有一種感覺就是走起來特別累，就是每個建築物和每個建築物中間特別的遠因為這裡建築並不是給步行設計的，它是給車準備的。而且你有注意到嗎？就是如果你是坐車進來的話，這個票價如何其實坐車进來的話要比地鐵貴1倍這就是台場的入島稅那來台場為什麼貴呢？因為這裡藏着一個財政黑洞也就是第三部門赤字。那運營這條線的公司是政府出資的第三部門。那當年東京臨海副都線的整體開發被估算累計形成了數兆日元等級的這個公共負債與長期債務壓力那其中交通第三部門是最直接的承擔者之一高昂的建築債務加上跨海高架無人駕駛系統的維護成本那使百合海鷗線的票價結構長期缺乏下調空間那最終形成事實上的入島成本。那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為了還債那票價不能降那因為票價貴那東京本地年輕人不願意來這裡逛街約會那沒了本地人的高頻率消費那台场就只能依賴變動極大的外國遊客那這就像是一個自斷筋脈的巨人為了還當年的房貸那把家門口的路費設得天高，結果把客人都攔在了門外。
接下來要說的呀，就是台场的持續性決策失誤啊。那為了救市呢，東京都政府啊，在2026年加上了一個重注啊，就世界级大噴泉。他們預計每年能拉動近100億日元的經濟連鎖反應啊，這是官方的最後一波，就是搞一個世界最大的噴泉。他們覺得呀，只要水噴得夠高，燈光夠閃，人就會留下來過夜消費。但我們冷靜想一下啊。伊麻西部宣布2026年2月結束營業時，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啊？單純的景點節假已經救不了台场。那台场最大的問題是功能性缺失，這裡缺乏生活感，缺乏街道感。那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大得讓人疲憊。那如果政府不解決人如何留下來消費的問題啊，而只是不斷的蓋噴泉、蓋體育館，那台场永遠只是一個巨大的冰冷的視覺布景板啊，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城市。那前邊看到這個位置，大概就是今年要竣工的那個世界最大級噴泉的位置。那你要說政府這些政治精英高官，他們知不知道自個兒的決策失誤啊？那我想說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那為什麼他们還要做呢？很簡單政治玩的就是我要名留青史。什麼工程能讓我的名字名留青史，能被後人記住，那肯定是第一選擇。而決策性失誤跟名留青史比起來，那簡直不值一提。接下來要說的就是台场的一些其他的問題就比如說它的防災功能和這個經濟發展這種相互矛盾的問題那台场作為填海造陸的區域它其實隱藏着一個巨大的功能那就是它是整個東京灣最大的避難場所。那大家看到這些馬路還有這種廣場非常寬廣它不是設計師設計的失誤而是官方的一個刻意為之的防災規劃東京都政府在規劃時將台場定義為發生大規模地震或海嘯時的一個緩衝區和避難所。那這也就導致了很多的開放性的空間。那這也就剛才所說的，大家在台上會有種感覺走起來特別累因為距離差的都特別遠。但是這也間接的犧牲了它的商業發展的一個空間那一般商業區要求的是緊湊感和人氣聚集嘛。那台场為了避難，那它必須要設計的空間特別大，那自然也就犧牲了它這個經濟發展的這個空間。接下來要說的問題可能不太好聽但它卻是事實。那就是台场還有另外一個隱藏的屬性就是精神分裂那台场一直在觀光休閒和這種大型的國際展覽會之間就是搖擺不定早年試圖發展觀光，但是代表性的建築物設施在一個一個的倒閉。那後來呢想轉型 MICE 但東京國際展示場又過於專業化，人流難以與周邊的商業設施形成這種聯動那這個模糊的定位導致投資者就無所適從。那到底是給遊客玩的，還是給商人開會用的？那政府一會兒說要發展觀光，一會兒又說要搞 MICE， 這種模糊的定位讓投資者不知道該在這裡搞高端的酒店還是搞這種動漫主題的店鋪整個就是定位不清那自然也就無法形成穩定的一個商業生態那下面一个小問題就是安全感這個非常搞笑因為剛才第一個說了當初建台場的目的就有這裡作為海嘯和地震時的一個最大的一個避難場所。然而現在的台場它面臨的最大的風險就是安全感，就是它有高風險遇到海嘯。那整個台場是比東京其他地區面臨着更高的自然災害風險這直接就影響了房地產的這個保費還有長期價值雖然嘴上不說但這些大型企業在決策的時候呢，那還是會考慮這點，就是海嘯與洪水的這個風險那這種隱藏的地理風險溢價讓台場很難吸引到穩定的超大型企業進駐。那雖然有防波堤但極端氣候下的海嘯和洪水風險還是存在的。
那這讓一些大型企業在考慮將總部遷至台场時就有所顧慮，那更願意選擇內陸的地区，那影響了高端商業地產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這裡的商業稅收一直上不去的一個主要原因。那這裡就是即將在2026年2月結束營業的伊瑪西部。看看這裡的裝潢非常的精致，仿佛置身歐洲小鎮。其實呢，這是沿用了當時維納斯留下來的裝潢。那很多人會問，這麼好的設施，為什麼說關就關啊？那這就是台產商業模式失敗的縮影。伊瑪西部目前遇到的3個核心的問題第一是定位矛盾核心群體難以支撐。那他們想做沉浸式體驗，但在台场這個地方很難吸引到足夠頻繁回頭的本地客。對於一次性的遊客來說，體驗成本又太高。那這種中間地位的尷尬導致了客流不足。那第二個問題就是高昂的運營與租借成本那台场的土地雖然是租的，但運營成本尤其是這種需要大量人力和複雜場景維護的室內樂園壓力極大。在客流不穩定的情況下攤平巨大的營運開支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那第3點就是難以形成過夜經濟那這家樂園晚上閉門後遊客依然是拍拍彩虹大橋，然後回市區酒店。那它本身没有強大的配套設施，那無法將客人留在台场。那你看這裡精緻的場景，稀少的人流，這就是證據那伊瑪西部的迅速死亡告訴政府在台场光靠主題樂園這種單一業態是行不通的。那這座島需要的是更穩定、複合型的商業結構。說實話，如果有人問我台场美嗎？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真的很美。那看着這片風景你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年年赤字的重災區那台场的美是建立在泡沫時代最狂妄的想象力之上的。那這種美是帶着債務的，每一盞燈亮起來背後都是還不完的利息。那台场能不能轉虧為盈？以目前的規劃來看很難。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巨大的泡沫紀念碑。那它的赤字不只是錢的問題，更是一個時代的誤判。它誤判了人流會無限增長，誤判了企業會永久進駐，也誤判了單靠視覺奇觀就能撐起一座城市的財政。那2026年的台场依然在掙扎。那當你下次站在這座島上，看着那台不斷變形的高達時呢，希望你能想起這片土地背後的代價。那裡埋掉的不只是建築，還是日本對未來城市最後的幻想。那台场真正的問題不是沒人來，而是沒有人把這裡當成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真的有人要問我，就是台场現在的窘境它還能不能起死回生？那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能起死回生，而且非常簡单，只需一句話，2點做到就可以了。第一，就是把這裡改成常住人口區域；第二，在商業觀光加酒店配套設施和商務區域加酒店配套設施2選1，在一條路上堅定地走下去，那你就可以起死回生，非常簡單。那又回到剛才那個問題了，我不在其位，我不謀其職，所以我可以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那如果有一天我在其位的话，我是不是還會去執行我這個很理性的這個想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千萬不要拿生活中的邏輯想象政治上的邏輯。